我的粗浅理解就是说，像绿茶、花茶是比较淡的，然后乌龙茶是比较重的。猛一看以为是水泥的，对，以为会把牙硌掉，叫3天不打上房揭瓦。我这一直等着上房揭瓦呢。咱们赶紧上房揭瓦去。远方美食家，我们这次跟子豪呢，枫叶少年继续游中国。大家好，我是说话慢但是吃饭快的小段儿。Hello， 我是喜欢看环境的萌姐。大家好，我是子豪。上次呢，我们跟子豪一块儿在北京的胡同里溜达了溜达啊，还喝了，重点是喝豆汁儿，相对黑暗料理的豆汁儿。今天呢，我们又来到了胡同里，大家看我们身后啊，一个有着很悠久历史的白塔。咱们今天叫白塔寺周边一日游。这附近除了白塔呢，有些可看的东西，而且据说这附近的咖啡味道不错。对，好，咱们试试，先去咖啡馆尝尝，然后一会儿在咖啡馆2楼还可以看到继续欣赏白塔。走，好，走。好，离开了白塔寺这个东夹道呢，我们走到了阜成门大街上，一拐弯，这就叫宫门口东岔。这地儿挺有意思，它叫宫门口，它可没有宫。对啊，我也没看到宫。对，大概是元明之际的时候，这个地方曾经有过一座比较宏伟的朝天宫，大概到明朝可能天启年间吧，这宫就失火呀，种种原因啊没有了，所以现在留下一个地名叫宫门口东岔。这条胡同呢，现在很有特色，咱们一块儿可以去里边参观参观。据说啊，好多文艺青年来了北京，特意来这儿打卡，对，专门得来这条胡同溜达溜达。对，咱们走到里边看。刚才呢，我们是在白塔的东边，现在已经绕到了白塔的西侧。这里边有家咖啡馆，景观不错。上它那2楼能看着白塔的全貌，几乎正对着这个西边。这在北京还算比较少见的。北京那话说叫什么？3天不打上房揭瓦。对，咱们上房看。小咖啡馆装饰还是不错的，走上里边看看。来，我子豪和萌姐呢，我们已经坐下了。发现除了咖啡之外，这地儿还有陈皮白茶。子豪可是个福建人，喝茶呢，他比我们正好，咱一边中西结合吧。没事，咱先泡上。先泡上吧。先泡上。我记得小时候是喝这个铁观音喝的多，然后后面稍微长大一点就喝这个岩茶。子豪会不会有一种，比如说？想喝那种味道比较强烈的那种，会有这种习惯吗？就适应程度来讲吧，因为像有一些爷爷伯伯们，他们喜欢喝浓茶。我的粗浅理解就是说，像绿茶、花茶是比较淡的，然后乌龙茶是比较重的。对，它其实很多就完全不懂茶，习惯不一样的。所以茶的浓淡的话，主要是它的制作工艺上。自己觉得泡茶的话，其实最重要第一个是水本身水质好不好，它有没有异味，这很重要。然后第2个是这个茶叶本身，茶叶本身的香气怎么样？它本身如果香气不足，你这个手艺再好也泡不出好茶。在第3，我才觉得才是泡茶的人的手艺。对，所以如果水不行，那基本上就这茶肯定就废，就很难，对，很难会。这几年我发现国内的饮料的种类增加幅度，那可比原来大了好多。你看我小时候好像没有什么喝奶茶的经历，大概我觉得10几岁之后我才喝过。原来奶和茶还可以放在一块儿。奶茶是个新鲜的品种。对，我可能上了大学才喝咖啡。可能最近这些年国内逐渐流行开来，愿意喝咖啡。小的时候都是速溶的那种买对。如果你学习，你很晚的时候才会喝咖啡。不知道萌姐有没有这习惯？你看我一开始喝咖啡的时候，我觉得拿铁挺好喝的。喝了那么2、3年之后，我就觉得还是美式更来劲。再过一段时间，我就觉得给我来个意式浓缩吧。萌姐喝咖啡喝的也挺凶的。萌姐一般喝的是拿铁，还是喝的更重一点？喝拿铁多。对，其实就是为了再配点奶。主要是为了，主要是奶，中和一下它的味道。配一点奶，因为咖啡本身的话偏点酸嘛。你觉得它强不好？对，其实苦的话是没有问题的。那子豪你在国外那边有什么特殊的口味吗？对，咖啡做法有中国没有的。加拿大那边的话，最受欢迎的是一个叫 Double Double， 一个品类是吧？一个品类。在加拿大，就是你去哪家咖啡店，你跟他讲要喝 Double Double， 他们都懂。是谁 double？ 就是咖啡量 double，2倍的奶油再加2倍的糖。那除了加拿大，就基本没人知道，甚至你去美国，就2个地方连着，他都不知道。你跟店员说 double double， 他不懂，而且他不懂。对，就完全一个加拿大的地方特色，对，非常特色。跟从加拿大来的朋友聊聊天以后，有点碰撞，何况人家还是来自福建喝茶大师。对。尝尝这个店里的有一个小特色仿制石狮子的冰淇淋，猛一看以为是水泥的，对，以为会把牙硌掉，其实不是啊，我替你尝尝，来一只脚。
花生味儿，挺有创意。大家都在卖冰淇淋，很多哈，但是有老北京胡同特色的冰淇淋。啊，这石狮子我还真是第一次吃。我也是。对，因为现在像糕冰淇淋，它有很多文创的不同的，这种样子。好，咱们茶也喝好了，咖啡也喝饱了。刚才跟子豪说呀，这地儿的2楼其实有个小露台，它那地儿风光不错，能看见整个这个妙英寺白塔的全貌。那个萌姐刚才还说呢，说我们叫3天不打上房揭瓦。我这一直等着上房揭瓦呢。咱们赶紧上房揭瓦去。啊，它这平台啊不太大，但是还算是错落有致啊。对，景观还可以，设计的还不错。它这个房子呢是在这个胡同的西岔，所以正好往东看就看的是白塔。对，这个角度不错吧，子豪？哦，真的是正对的。对，白塔白石搭，白石搭白塔，搭好了白塔看白塔。白塔白又大，在我印象当中，不是每个角度都能看得这么清楚的。哦，有遮挡。对，它有一些小建筑啊，他家楼顶上堆的东西啊，后来把这些都清理掉了，叫白塔外露嘛。现在基本上走到大街上，整体特别开阔。你从周围看这白塔看得很清楚。其实咱从外面就能看到。其实胡同很窄啊，说明它是个历史很悠久的老街区。而且子豪，你看这附近啊，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电线。对，这个就是架空线入地，能埋到底下的都埋到共同管沟。对，把这个天际线给露出来，这样呢，不管是居民也好，游客也好，能更好的、直观的看到这个白塔。那这次呢，我们带子豪在这个白塔周边的游玩逛胡同就逛到这儿了。下一个景点呢，我们给子豪安排的同样是特别有北京特色的啊，富华斋饽饽铺。据说那儿排队排的那可不是30分钟、20分钟吃上的，咱们得做好心理准备。我们这次去吃一个中式甜点了，对，期待一下饽饽铺，感受一下。好。